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聊聊您提供的资料里廖老师提到的两个蛮特别的方法：长音圣号，还有廖氏进屋法。我们会试着帮您拆解清楚，从概念到怎么做，让您有个整体的了解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哦。这些问答资料看下来，好像很多都绕着长音圣号打转。这听起来，是不是说用一种声音的频率来达到身心平衡，甚至改变些什么？没错。看这些资料啊，最关键的基础就是4个字：一心不乱。这好像不只是传统讲的修行哦，资料里也试着用，像是能量啊、频率啊，甚至也还提到一点量子力学的观点来解释。所以真正有趣的是，这种极度的专注是怎么产生资料里说的那些效果，这里很值得探讨。那我们先来谈谈长音圣号。资料里一直强调的核心要求就是这个一心不乱，对吧？听起来好像不难，但做起来应该要有功夫。对，没错，这是根本。资料说，念的时候就是要全神贯注，心里不能有别的想法，就是不想达到一种断念的状态啊。这不是说硬要把念头压下去哦，而是让那个念诵的声音变成你当下唯一的存在，很纯粹的专注。资料认为这就是连结宇宙能量，或者说消业了缘的关键。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心态上不能有求什么的心，要放下期待，只是专心的念。那具体上要怎么做呢？是念什么特别的字句吗？资料主要提到的是长音念诵，可以是很单纯的一个阿音。资料里也有写 OM， 说是宇宙的根本音。阿音像 Om 那样。对，就是那个音。或者呢，念阿弥陀佛4个字，但要一个字一个字拉长音，分开念。不管是哪种，重点都是那个长音，还有专注。那地点啊、姿势要多大声，这些有没有什么规定？资料上是说，其实什么姿势、时间、地点都可以了，关键还是在于你能不能专心。不过刚开始练习，为了比较容易专心，会建议可以大声念出来，然后闭着眼睛。隔绝干扰这样。对，等到练习比较熟练了，比如说可以半个小时都没有杂念，那时候就可以考虑小声念，或者在心里默念。但前提绝对是专心。如果分心，资料还特别提醒，那不如不要念。分心念反而不好。资料说分心念可能没效，甚至可能会有反效果，所以专心很重要。了解。接下来就是最好奇的部分了，它为什么会有效？资料里提到不少说法，好像跟频率有关吗？对，资料是从几个方面去解释。一个是频率共振，就是说长音有特定的音频，资料里还有提到可能接近那个所谓的舒曼波 7.83 赫兹。舒曼波就是地球本身的一个自然电磁频率，透过共振来做能量交换。资料用词是气跟气的交换，甚至说能重新排列所谓的因果磁场，这部分就比较玄一点。还有提到消业排毒，这个听起来更是，这部分资料是说，透过声音的震动，清理内在的负能量，还有所谓累世的业障。您可以理解成资料里面讲的心毒、身毒这些，在过程中身体可能会有反应哦。什么样的反应？比如，眉心觉得紧紧的，听到声音，看到光，或者排出一些有味道的气，身体酸麻痒痛，流汗流眼泪等等。这些在资料里都说是排毒或是好转反应，有时候也叫明眩反应，就是可能先不舒服一下，然后会变好。资料里好像还有案例分享，提到身心转化的效果，有些听起来蛮让人惊讶的。是啊，您提供的案例里面，确实有人回馈说，持续练习之后，健康状况变好了，甚至有提到像癌症消失、失眠改善这些，还有情绪变稳定，家庭关系变好，运气好像也提升了。更进一步，还有人提到说，好像觉察力变强了，甚至开了所谓的神通、心通这些能力啊。还有
就是说平常这样练习一心不乱，据说对临终时保持清醒、往生到比较好的地方也有帮助。当然，这些都是资料里记载的案例跟说法了。听起来好像很厉害。那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，提醒一下大家？最重要的真的还是那句专心不乱。资料一直强调这个，分心就没什么效果，甚至不好。再来就是要持之以恒，效果是累积的，不能急，也要量力而为，觉得累了就休息。还有就是心态，不要抱着试试探或者求什么好处的心态去做，要真的相信，然后去实践。好的，了解了这个长音圣号。那接着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很实用的方法——廖氏金屋法。这个主要是用来净化家里空间的，是吗？正是这个方法资料里写的非常具体哦，步骤很清楚。我们一步一步来看，确保您掌握每个细节。第一，准备材料，就是找个容器，看您家空间大小决定，里面放2份的米，还有1份的盐，把它们混合均匀。米2盐1 ，OK。第二，分装放置，用小纸杯或是其他小容器，把混好的米盐分装好，然后放到每个房间的4个角落。每个房间都要，4个角落都要。对，资料是这样写的，每个房间4个角落都要放。第三，持续念诵，在你放这些米盐的整个过程，嘴巴里要持续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一边放一边默念。没错。第四，每日更换，这个很重要哦，要每天换。比如说，您第一天是早上7点放的，那第2天早上7点就要准时把旧的换掉，放上新的。每天都要换新的，那旧的呢？第五，旧物处理，换下来的旧米盐，用个袋子把它们装起来，直接丢到垃圾桶就好。资料特别强调，绝对不可以让人或动物吃到。这个要记得，杯子可以洗干净，重复用。好，不能吃。那要做多久？第六，持续时间。一般情况，资料建议做7天。如果您觉得家里状况好像比较严重，那可以持续做14天，或者更久一点。最后一步呢？第7，反应期，就是做完之后可能会有一段时间，大概12天左右是反应期。类似前面说的好转反应，可能有些波动，但之后状况会感觉明显改善。这个净污法听起来好处是材料很简单，米跟盐而已，不用花什么钱，自己在家就能弄。确实是这样。所以您看，从内在的长音圣号这种专注练习，到外在环境用廖氏净污法来调整净化，这2种方法好像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核心概念，就是透过特定的方法，还有持续的专注，来达到一种内外在的平衡跟净化。听完这些，您觉得哪个部分特别引起您的注意，或者让你开始想些什么呢？好的，今天我们深入探讨了廖老师的长音圣号和廖氏净污法，从专注声音频率的内在修炼到净化空间的具体步骤，希望对您能有些启发。最后资料里有提到一句话，说长音圣号如果练习到极致，或许能达到自信自度，体悟到我与众生无二无别。这或许是在提示我们，所有这些外在的方法练习，最终可能都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更深层的探索，就是对自己的认识与掌握。这点也许值得你细细思想一下。